今天我们来聊聊孔子。孔子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华文化里一个超级重要的角色，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，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提到他，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《论语》、孔夫子这些称呼。其实，孔子不仅是个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还是个特别有智慧的人。他的思想和教导影响了中国几千年，也影响了全世界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孔子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。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，那时候的社会可不像现在这么和平，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，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孔子看到这些，心里特别着急，他觉得应该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治理国家，让人们过上好日子。于是他开始四处游历，向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宣传他的思想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，这两个字听起来简单，但里面包含的内容可不少。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，他主张仁者爱人，意思是要有爱心，要关心别人。孔子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别人。这其实是一种换位思考，也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准则。要是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和谐多了。礼也是孔子特别强调的，他觉得社会要有序，就得有规矩，这个规矩就是礼。孔子说，不学礼，无以立，意思是一个人要是不懂礼，就没办法在社会上立足。礼包括了很多方面，比如礼仪、礼节、礼貌等。孔子自己就是一个特别注重礼的人，他教导弟子们要遵守礼，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。孔子不仅是个思想家，还是个特别出色的教育家，他创办了私学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学校。他主张有教无类，意思是不管你是富贵人家的孩子，还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只要有学习的意愿，都可以来上学。这个想法在当时可是非常先进的，因为那时候的教育基本都是贵族的专利。孔子特别注重因材施教，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和能力，给予不同的指导。他的弟子特别多，最有名的有72个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个领域的人才，把孔子的思想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。孔子特别注重品德修养，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，就得有高尚的品德。他一生都在追求知识，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。他曾经说过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只要3个人一起走路，其中必定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。这种谦虚好学的态度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孔子还说过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他强调要诚实面对自己的知识水平，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。孔子的思想不仅在道德和教育方面有深刻的见解，在政治方面也有独到的主张。他主张为政以德，意思是治理国家要靠道德的力量。孔子认为，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要是有道德，就能赢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。他强调以德服人，而不是靠武力和刑罚来统治。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，对后世的政治理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孔子对个人修养的重视也体现在他的许多教诲中。他说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，意思是君子心胸开阔，小人则总是忧虑重重。他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坦荡的君子，要有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。孔子的思想和教导后来被他的弟子们整理成了一本书，叫《论语》。这本书里记录了孔子的言行，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，里面有很多经典的话语。孔子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，他的思想还传播到了世界各地。很多外国人都对孔子的思想特别感兴趣，觉得这些思想对现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启示。孔子的仁爱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，他的礼的观念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有序。总之，孔子的学习过程和思想是一个不断探索、不断积累的过程。他通过向他人学习、自学实践和教学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智慧。他谦虚好学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希望通过了解孔子的思想和学习方法，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他的教育理念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教育下一代，他的政治主张可以让我们思考如何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。无论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，还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精神，都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希望我们都能从孔子的智慧中汲取营养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
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